16岁少女不仅被父亲强制爱，而且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却不成想这一天竟遭到了奸杀。随后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可专案组警察更关心的是性侵财政，于是他一边跟随抢救，一边让护士百忙之中提取了女孩的 DNA 以及男人的体液。然而就在他刚准备把 DNA 交给法医之际，手术室突然传来了噩耗，女孩终究还是没有抢救过来，所以她的身份也无法确认了。不过好在医生在她口袋里发现了一瓶止痛药，上面不仅写有艾米丽的名字，还因为属于处方药，所以药监局都有购买信息。于是警察很容易就找到了女孩家，本以为对方是艾米丽的母亲，不料女人竟称自己才是艾米丽，并且根本不认识死者。而且艾米丽表示自己2周前就停药了，也不知道药怎么会到了陌生人手里。不过她稍微思考了一会后就有了答案，原来是女儿偷偷将药倒卖了。随后在警察的审问下，女儿老实交代了要贩子小哥的下落。接着警察就在公园找上了小哥，小哥见到是警察就想逃，不料立马就像小鸡一样被薅了回来。开始他还不承认认识受害者，哪知警察紧接着就开始搜他身上的禁药，这些可足够进监牢了。小哥这才害怕，老实交代女孩确实来买过药，但却把帽檐压得很低，隐藏了身份。最后看到他走进了对面的小旅馆，而旅馆老板努力回忆后也记起了受害者。She met a guy in the lobby. He's trying to hump her in the lobby. She's Miss Arm's length. Let's sit and talk. He practically dragged her up the stairs. Did she ask for help? Nah. 接着警察又问出了2人的开房号码，好在房间800年都不打扫一回，很容易就看出女孩是在这里被强奸的。可也因为不打扫，保守估计这里有上千个 DNA 样本，基本没有取证的价值。不过幸运的是找到了她的帽子，并且上面还有专卖店的名字，也算有了一条线索。紧接着警察又来到了专卖店，店员一看帽子是限量款，保证能够查出购买人信息，哪知一扫码后店员竟满脸不可思议，原来显示帽子一顶还未售出，这就怪了。其实这就意味着是被偷了。而后警察调取了监控，找出了那名女孩，结果店长一看模样也想起来了，声称女孩那天在这里偷了件毛衣，然后我们就报警了，她最后被一名巡警带走了，然后就没有回信了。而为了尽快查明女孩的身份，警察立马又找到了那名巡警，巡警果然记得这件事，称那时只是给女孩开了一张轻罪的法院传票而已，那这下肯定有她的名字了。于是接下来警察就根据获得的名字来到了法院，要求查阅死者翠珊的传票。谁知工作人员听到名字明显愣住了，随后便漫不经心查找了起来，结果最后啥也没找到。警察当即急眼了，不得不强调人已经死了要通知家属，不成想工作人员脸色当即就变了，这才说了实话，原来翠珊竟是法官的女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身份这么难查。不过也让警察们很是感慨，一生对性侵嫉恶如仇的法官竟遭遇如此不幸，而且他还是大队长的好战友。大队长得知后也是一时无法相信，并且消息也已传到了检察院，检察长也十分关注这个案子。最后大队长决定还是亲自去通知战友。不料法官得知噩耗后并未太伤心，原来翠珊从小就很叛逆，所以他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法官父亲都不会惊讶，为此还曾把他送去寄宿学校待了几年。回来后现在就在初中上学了，而且今天上午老师还打过电话，说翠珊点完名就逃课了。Truancy was just her latest method of torturing Brooke and me. Before that, it was body piercing. Before that, it was a tattoo. 这可真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可案子还是得继续侦破。法医在翠珊的头顶找到了玻璃碎片，推测她是被酒瓶砸碎了脑袋，并很形象地演示了一遍酒瓶的破碎程度。所以要想从上面提取到指纹，必须先复原完整酒瓶。这里可能有1000个碎片，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所以在没有指纹证据的前提下，警察只能先来学校走访了。结果老师也证明翠珊是个坏学生，并且还经常自残。而翠珊最好的同学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翠珊是个非常好的人。然而当被问到她是否有男朋友时，同学竟说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他否认了翠珊有男朋友。 There are guys that she wrote to. Like pen pals? Right. How many? A bunch. She didn't think her parents would understand, so all the letters came to my house. Who was she writing to? 这算是问到关键点上了。 Prisoners. 这可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随后警察拿走了翠珊和笔友的所有通信，仔细研究了起来，不料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翠珊居然在和5名杀人犯通信。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疑问，翠珊家境优越，为什么会和杀人犯通信？警察也一时捉摸不透，不过猜测可能其中有人已经假释出来并杀了翠珊，于是立马请检察官查询了起来。果然有一个叫广坤的家伙上星期出来了，并且他被指控过3项性虐待罪，所以他的嫌疑最大。不过这时检察官突然发现了一个疑点，他仔细阅览了5人的档案后，竟震惊地发现5个人的判刑法官居然都是翠珊的父亲。 Daddy's a judge and she's seeking out the men he convicted. 这又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可这些疑问还没答案呢。又一件意外发生了，法官竟然在家门口被人枪击了，而妻子则怀疑是被丈夫判刑的罪犯干的。再结合翠珊和囚犯通信的事，因此广坤的嫌疑就更大了。于是下一秒，警察就来到了广坤姐姐家，要她交人。哪知姐姐很是维护弟弟，不但谎称弟弟已经下班走人了，还反污蔑法官不是好人。可不成想姐夫并不待见小舅子，把实情全抖了出来，抱怨广坤就是个人渣，早上来了一下就走了。
说要去找女人爽一下，但姐姐却不以为然，这又不犯法。不料警察却十分感兴趣，想知道找谁了。而姐夫也只知道是个为广坤欲火焚身的痴女。但令他更生气的是，小舅子开着他的车出去后就没回来。随后警察就问出了车牌号，很快也找到了那辆车，也找到了凶器手枪。这下确凿无疑了。紧接着就在酒吧里逮捕了醉醺醺的广坤，而且他的 DNA 也与翠珊体内的相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广坤竟狡辩，如果翠珊说我强奸她，那就是在说谎。可当听说他已经死了后，又一下子急眼了。No way. She was alive when I left. All right, look. Maybe I took a shot at the judge, but he sabotaged my defense. He blocked my parole. 警察当然不会听他这一套。广坤感觉简直冤枉死了。The shooting thing, it wasn't my idea. It was this stupid slut got me all revved up. Hey, I didn't go looking for her. She wrote to me first. I got the letters to prove it. 然后广坤就原原本本交代了整个过程。One day I'm sitting in my cell. She writes to me out of the blue. Promises me sex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Thought I finally found my dream girl. She said she'd do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give me anything I needed. I get to the hotel, I'm primed and ready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all of a sudden she's got a headache. So you raped her? No! I was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so I seduced her. Hey, she knew what she was doing. She got me all worked up.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出人意料了。Then came the catch. Killer's stepdaddy. 难道这就是真相吗？警察一时难以相信。可两人来往的信件证明广坤没有撒谎，但大队长却不愿相信，内心不想接受老战友父女相残的真相。而在警探们摆事实讲道理后，无话可说的大队长只能躲了起来。虽然对于大队长来说已经是结案了，可警探们还想继续探查翠珊这么做的原因，不料竟因此发现了惊天大秘密。随后俩人来到了殡仪馆，本想向翠珊母亲致哀，不成想竟认错了人，原来女人是翠珊的大姨，这正好可以探听下亲戚眼中的翠珊。想不到还真有重大收获。大姨先是证实翠珊和父亲确实水火不容，随后又意外说出她并没有去过寄宿学校，而是被父母送去了少管所几年，这可真是大大出乎意料。想不到法官夫妇竟然撒谎，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内幕。于是警察马上又追查到了少管所。据所长介绍，翠珊在这里待了3年，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从没有敞开过心扉。警察知道这是出于严重不信任，想知道根源是什么，可没想到所长接下来的话震惊了他。Suspected sexual abuse. Based on? The usual symptoms. Hypervigilance, exaggerated startle response, insomnia, the fact she'd never talk about the baby, somatic reactions like nausea, poor appetite. 这时警探打断了所长。 What baby? 随后终于查明了真相的警探迅速来堵住了翠珊母亲，然后直接把翠珊怀孕的事挑明了。不料母亲还想抵赖，可警方已掌握了全部。 The real reason that you sent her off to boot camp. She's 12 years old and pregnant. You being a good Catholic and abortion's out of the question. You didn't send her to an RTC to straighten her out. You sent her there to conceal her condition. 但母亲还是不想承认。 Your adopted son, Brian. You know he's Trisha's. We did the math. Trisha had her baby 4 years ago. Brian's just the right age. 见多年的谎言被拆穿，母亲慌乱之下就想躲避，但警察仍是不放过她。 Who's the father of Trisha's baby? 这让母亲怎么回答？只好又撒谎，翠珊说她自己都不知道，而后再也待不下去了。可警察并不会放弃调查，因为那个男人就是强奸犯。至于他到底是谁，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法官，可这又让大队长接受不了了。那可是国内备受敬重的法官啊！同时，检察官也不敢置信。 I can't think of a judge who is tougher on child molesters. 执法者怎会犯法？但正义的警探可不管这些，只要是犯罪了他就抓。而目前只有一个方法能证实。 We have Trisha's DNA from the MU's office and Judge Thornburg's from the crime scene. All we need is Brian's. 这整的大队长再也说不出话了。正义和友情让他难以取舍，随后压力就给到了检察官，只能是他来申请强制抽血令了。可是主管也有顾忌啊，要强制抽取同僚4岁孩子的血，却只是依据一个离谱的理论。见状，检察官急忙拿出了一堆佐证，都是法官帮助翠珊逃脱各种处罚的证据，所以翠珊一定握有他的把柄，而且还有很多。 Got a crony to push through the detention order. Had another colleague falsify Brian's adoption papers and his birth certificate. But no proof of sex. 结果主管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检察官摆说了，可检察官不能放弃，这可是定罪的关键啊！最终主管权衡之后做出了决定。 I wouldn't want to be you if he's not the father. 终于签署了强制令，而 DNA 比对的结果也毫无悬念。接着大队长亲自来找了法官，他已经在职权范围内尽力帮忙了。 He's yours, Walter. You raped that little girl. 可心如死灰的法官并不想做任何解释，因为他也不知道。然而大队长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杀了翠珊呢？哪知听了这话，法官也愣了，竟坚决否认是自己做的。难道凶手还真的另有其人？
大队长立马回去继续侦查起来。而这时凶器酒瓶终于修复了，还真的在上面发现了凶手的指纹，没想到竟是母亲的。可面对警察的审问，母亲根本不承认。不过警察有强大的推理能力。The school called. That was the last straw, wasn't it? She'd been in so much trouble before you had to find out what she was up to. So you went looking for her? 事已至此，母亲只得长叹一声，不再隐瞒了。Thought it had to be drugs. Went and looked in her room. Slip of paper by the phone. Had a hotel date and time. I knew she was going to have sex. 然后母亲就去那里想挽回翠珊，却不料迟了一步。她刚完事出来，母亲以为那个男人就是让翠珊怀孕的人，于是就质问翠珊，结果却听到了让自己破防的答案。She turned on me. She said, "You want to know who the father is? It's your husband." 哪知一时暴怒的母亲打了翠珊，而后俩人就推搡了起来。最终母亲顺手捡起酒瓶砸碎了女儿的脑壳，翠珊就这样被砸死了。原来这才是错综复杂的真相。